方，人风呼啸，对峙过命运惊涛。时间考验纷扰，我自横刀，和明天肝胆相照。是燃灯就必见星辰，是地狱就落地生根。数越过几千卷，不如人生里浮沉。 明明还活着，为何不来找我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说话呀！彪哥，彪哥，哎，别，彪哥，先别打，不是，他到底谁呀？啊？千羽军6营斥候，陆仪。哎，别，不是，我想想，哦，你就是送那个裘元信的斥候，你没死哎？两军交战，同袍尽死，独你苟活于世。陆仪，你叛逃了，你放着所有人不管，你逃了。少将军，我没有。 2万条活生生的性命，你知道他们都是怎么死的吗？将军，少将军，有宣家军的消息吗？已经2天2夜了，连陆仪都不知所踪。宣家军怕是不会来了。是你说宣家军会来相救，让我们等，1等2日，等到了什么？你说话呀！哎，是南横因一己之私，不识援手，是少将军的错吗？ 若非他对那沙圣抱有希望，兄弟们早就可以换别的打法，何至于被围攻致死啊！够了！大战在即，还说这些丧气话。援军若来，便同仇敌忾；援军若不来，那我千羽军血战到最后一刻又何妨？父亲，我决定好了，今夜我带人去敌营。 刺杀方世民，若能成功，贺元人必然军心大乱，千羽军便可借此良机，一举扭转战局。好。
着战败的马名死去，至今未能洗脱冤屈。这些都是因为平戎之战南横没有出兵救援。陆毅，你告诉我给你的那封信，你到底送到了没有？害死我爹的，是不是南横？你真手哑巴了，你快说话呀！少将军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老将军。这一切都是南横他逼我的。他收到信了，他收到信了，我就知道，他本该出兵的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兵部调查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千羽军遭遇非难的时候你又在哪儿？没有的，南横他权势滔天，不是我不想说，是我不能说。那时我夜行100里到达幽城之时，他便已经计划好，他就是要弄死那2万人马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一人独得军功。那后来呢？你既然能到京城，本该有无数次机会来找我。这院子是哪儿来的？这营生你又是从哪儿来的？是他收买了你，对不对？少将军，我没有。南横他带走了我的妻儿郎小，我真是没有办法。我该死，我不是啊！你杀了我吧！千羽军中怎么会有你这种奴颜媚骨的懦夫？要杀了他！你冷静，要杀了他！听我说，别杀了他，留他一条命。如果他说的是实话，你就该留着他的命，让他指镇南横啊！啊！少将军若还肯信我一回，便给我4个时辰，待我将家中安置妥当，我愿出面指证南横。今夜子时，城郊江松林，等待将军。这是千羽军中有关平戎之战的全部案卷。如今人证也有了，只要能拿到陆羽的证词，就可以定罪南横。表哥，虽说我这脑子它有点慢啊，但是我想了又想，你不觉得这个陆羽出现的很突然吗？咱们要不要再查查他呀？啊，咱至少得搞清楚他从平戎回来之后，你说他住在什么地方，对吧？他见过什么样的人？你万一他今日说的不是实话呢？千羽军从不说谎。殿下不知道那一战我经历了什么，也根本不会懂我此刻所做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。表哥，孤知道，为千羽军洗刷冤屈，对你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此事殿下不必插手，待我让父亲和千羽阴魂沉冤得雪，将南横一党斩草除根，殿下就等着稳坐龙椅吧。可是那样，殿下，殿下，将军，马上就到子时了。哎，表哥，我也去，等等我。
哎，别走那么快！哎呀，你说，这都等了1刻钟了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？等。哎，你说，他该不会反悔了吧？等。啊！哎，等我！这人谁啊？不对劲，撤！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看他兄弟！哎，你小心点儿！为什么杀陆乙？大哥，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，我们真的不认识什么陆甲呀、陆乙，我们就只是路过，路过的时候人就已经死了。你没长眼睛，总有耳朵吧？我再问最后一遍，是不是南横指使你2人杀人灭口的？磨磨唧唧，关别人何事儿？你要是想打架，现在就动手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别废话，将军，这2个人和南横交情甚笃，还在这装糊涂，恐怕会和上官鹤一样，不愿意帮咱们作证。不如直接杀了算了。不，必须留着他们做人证。平戎之战的背后，是3城百姓和2万千羽军的性命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像江南案那般，轻易放过南横。我呸！合着是想让我们帮你做假证是吧？做梦吧你！死的那2万千羽军，有你这种阴险小人做将军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！干什么？对千羽军不敬者，死！你放开他！用这些依次好生招待。3司会审上，我定要让他们当着南横的面，将一切交代清楚。彪哥，彪哥，万一阿龙阿虎他们没撒谎，万一人真不是他们杀的呢？谁杀的陆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需要人证，让圣上认定是南横杀了当日传信的斥候，将这颗怀疑的种子种下。如此，圣上才会相信平戎之战的所有罪行都是南横一手谋划的。所以，你对他们施以酷刑，是为了逼他们指认老七啊？3年前的江南旧案，是被一个上官鹤撬动的。如今阿龙阿虎都在我手上，如法炮制，撬动平戎旧案，也未尝不可。彪哥，你变了。以前你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你从来不会严刑逼供的。从前我也没有众叛亲离，被南横害死父亲和兄弟同袍。可就算这样，你也不能变成和南横一样的人吧？你让他们先停一停嘛。
殿下从来都是一个只知道藏在我身后，光会说不敢做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已准备好平戎之战的相关卷宗，明日便会提起三司会审。哎，表哥，表哥，你如今高相死了，陆毅也死了，当年的裘元信更是下落不明，人证物证都没了，这刑部又全是南横的人。 你就算旧案重审，你又能审出什么不同啊？这便需要殿下相助了。那你需要姑怎么做啊？殿下只需要将见到陆毅之后，听到的、看到的一切如实说出来即可。圣上最相信殿下，只要你一开口，便等于有了陆毅的指认。加上阿龙阿虎做南横杀人灭口的人证。 足够让他为平戎之事付出代价。怎么，殿下不愿意？我与千羽军上下，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京兆府所做的一切，可都是为了给殿下铺路。没想到事到临头。 你却如此懦弱，表哥，你这话说的不太对吧？你在战场上厮杀，那是为了咱们大境的安定；你在京兆府效力，是为了百姓的平安。你怎么能说全是为了姑呢？殿下如今也与往日不同了，开始满口天下大义的教训起我来了。不是，你不是最恨南横吗？ 怎么真到了要与他搏命相争之时，你倒怂了？不是，我是想，你用南横的手段去对付南横，那这样的赢，他真的算是赢了吗？来日你坐上皇位之时，就会知道怎么赢的并不重要。三司会审上，出头对付南横的是我来，殿下大可以像从前一样，继续躲在我的身后，做一个干净纯洁的小皇子。 只是，你是唯一见过陆毅的人证，是我翻案仅存的希望。你若不愿意帮我作证，那往后便也不必再叫我表哥。哎呀，我不要。 殿下恕罪，殿下恕罪，这，还不退下？是。啊！天哪，吉祥，你觉不觉得表哥变了？变得很可怕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从小到大，他都没有那么凶的吼过我。 最关键的是，他从来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乱用刑。究竟是为什么他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你们都一样，觉得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。表哥都弄不明白的案子，姑又怎么会明白呢？殿下。 你是殿下，不是傻子。想做什么就做。吉祥，谢谢你啊！你说的对，姑是谁呀？姑乃天选之人。我知道了，他是姑的表哥，我横竖也不能看他往火坑里跳啊，必须要悬崖勒马。这就是姑这个天选之人的职责。哼，走。哼。
什么呢？快点，到你了。松儿姑娘，之前是我答应的太大声了。您是3天能画73幅画的女中豪杰，我就一介废人，连下6个时辰的棋，我是真的扛不住啊！知道自己是废人，就少说点废话。以你的天资，如此年纪了还棋艺不佳，左右不过是偷懒2字。既入了我宋府，就应该严于律己。快点儿！听啊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。讲。真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你这种毅力和定性的。其他人怎么样我不管，你得有。我就一个江湖废人，1不称王，2不拜相的，我在这儿跟你苦练棋艺，为了什么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眼下是没意义，将来成婚呢？夫妻对弈，若是不能势均力敌，又有何乐趣？不是，你怎么还琢磨这个呢？我本来就孑然一身，婚事成不……大侠，不要把话说得太绝。日久方见人心，相处自有真情。遇到我，你已经说了。银珠，把我的琴拿过来。是。还有琴啊！相爷，过来，吃瓜。禀相爷，陆乙已死，残江月那2位也按计划引到了当场。楚归鸿如今已是入局，定会追查到底。只是相爷，属下还有一事不明。若您只是想借楚归鸿之手除掉殿下，那何不在杀宋家女那夜，让我一并宰了他？恒儿小时候不太说话，每年春夏之交，老夫总会找些借口，将他从宫中带回家里，用井水浸好甜瓜给他吃。那时他问了老夫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人有父母，草木可有，倘若有之，何以食之？”人说3岁看老，恒儿若对一只甜瓜尚有如此怜悯之心，来日何以为君？坐。是。那时老夫便明白了，若想让他来日肩负晋国江山，除去文韬武略，更重要的是心狠。凌云之顶，自当孤寒，若没有众叛亲离，哪来的孤家寡人天下之君？我所经营的一切，全是为了恒儿，也是为了高家，更是为了天下。虽说我救过你，但是以咱俩这关系啊，充其量也就算是个普通朋友吧。
你说你躲阿婷躲到我这儿来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？你这妹妹太磨人了。你见过从天亮下到天黑的棋局吗？你见过弹琴弹到长水泡的双手吗？阿婷再怎么为难你，那也是为了你好，那是鞭策你呢。再说了，人家还给你付费呢，包吃包住包学习。你再想想你那个老大南恒，跟着他，你过的可是风餐露宿、朝不保夕的日子。你对比一下，你知足吧你？知足？你妹妹拨弄风雅，不舍昼夜啊！你老大玩弄权术，分秒必争。你妹妹日作80幅名画，养好笔都磨秃了。你老大他夜读80本兵书，眼睛都要看瞎了。我老大哪比得上你妹妹啊？堪称千古第一狠人。我妹妹哪比得上你老大？你老大可是大晋第一卷王。半斤八两吧。卧龙凤雏呀！你说咱们就想躺平过点好日子，咋就这么难呢？谁说不是呢？早知今日啊，当时我就应该弃武从文，考个状元，也好过今天栽在令妹手里。那你走啊！嘴上一直说不要，人却一直赖在宋府。你可别告诉我，你是为了我妹妹那些薪水啊！你觉得有可能吗？那不就完了吗？你一早到晚的围着阿婷转，但是你死不承认你喜欢她，你可真有意思。姑奶奶，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一场刺杀牵动了整个残江月倾巢而出的抓刺客，富贵番卷番的头发都要秃了。重点是我啊，我，堂堂一个江湖名侠，风流倜傥，俊雅无双，现在活生生被你拖累成了一个护院家丁。你的意思是，南恒让你来的？不然呢？为什么你们俩的恋爱受伤的总是我？哎，你看啊，你我二人都是懒散之人，没有什么鸿鹄之志，要的不就是个平稳自在的生活吗？但是你说人这一辈子啊，若是连一两个值得赌上一切去冒险的人都遇不上，仅仅只是活着，那还算活着吗？可如果冒险会连累到家人的性命呢？如果我不赶紧离开，那接下来马上就是大婚日，3人转圈套了。那我问你，你真的主宰得了你的心吗？胡闹！兵部战事记载的档案，皆是由郎中、侍郎与我逐层确认记录而来，怎是你3言2语说改就能改的？案卷所记录的只是南恒的一面之词，如今我要更正修改，为何不可？你所说的斥候送信、求助玄甲军，除了你和你的亲信，根本无人可以作证。难道这就不是一面之词？身为大晋官员，怎可以公谋私？做大晋官员，就要屈服于南恒的淫威之下吗？你，大人与属下非亲非故，不愿出头为我父亲和妾与阴魂平冤无妨，只烦请大人将卷宗都交给在下，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便是。你胡闹！住手！你给我住手！住手！楚归恒，我爹让你住手，你没听见吗？梦儿，你又要帮着南恒？我不偏帮任何人，我只是不想让我们宋家卷到你跟南恒那些破事里面去。说不偏帮，可你们几次3番站在他那边，
与我为敌，这又是为何？3个月前，是你鼓励我重新振作，是宋大人提点我调查残江月。那时你们不都还是支持我的吗？为何如今我只是想把平龙之战的真相公之于世，想将南横城害死2万人的凶手绳之以法，你们却不肯帮我？你喊什么？楚归鸿，2万千羽军为国捐躯，害死他们的可能是命运，可能是战争，也可能是你身为少帅的无能为力。但凭什么只能是南横呢？你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，只是因为你想逃避责任，而不是你口中的真相。梦儿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够了！梦儿，不要与他争执了。没有人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，神仙都帮不了他。楚将军，宋家无意涉足纷争，兵部之事更是轮不到你来插手。你走吧。什么意思啊？百里翠嘛，这个姑送你了啊。姑呢，这个有话要问你。坐。这个，那个。高相之死到底是不是你干的呀？你看你老是这个样子，你是或不是？你回答顾为什么？有那么难吗？猛火油、雷火弹，都是军中寻常之物，如此卑劣的手段，就想栽赃到姑的头上，啊？你跟楚归鸿2个人，无论是查案之人也好，栽赃之人也罢。我都没心情跟你们废话了。哎，那陆乙呢？陆乙是你派人杀的吗？什么陆乙啊？哎呀，就是那个当年表哥派人给你送权信那个之后，陆乙啊！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？我从来就没有收到什么求援信，那个都是楚归鸿为了他自己失败找的借口罢了。怎么可能啊？这是高相临死之前亲口对表哥说的，这还能有假？不是你们俩不是一伙的吗？高相跟楚归鸿说什么了？哎呀，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，你们竟然会主动登门！哎呦，这是时也命也呀！想当初我们在宫中相见，你吉祥老弟是何等的风光啊！仗着圣上对18殿下的宠爱，你是处处压我一头啊！可惜了，花无百日红啊！你们煞费苦心的对付我们7殿下，到头来呢，那残江月不还在我们手里呢？后悔了吧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选对主子才最重要。哎呀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如果你现在求我的话，我可能会把你调到我们府上来当差。你是在同我说话吗？我没说话。利用我跟楚归鸿的矛盾布局，环环相扣，天衣无缝，真是下了一盘好棋。
你的意思是说，背后有人算计你？今日你来我残江月就是问这些呀？然后我说了，你就信？顾惜，其实我今日前来，还有一件事想求你。说。这个，那啥，你能不能把这个平戎之战的罪给认下来呀？我知道是不是？你先别着急骂我，我知道我这个要求很无理。可是表哥如今为了扳倒你，他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，被那个幕后之人牵着鼻子走，耍得团团转。我怕再这么下去，这要出大事啊！他走不走火入魔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怎么能叫没关系呢？老七，这样，只要你认下这罪，让表哥不要执着于此事，我现在，我立刻，我马上就把皇位让给你，如何？你对他还真是情深意重啊！那当然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哥，我自然是要护着他了。哎，老七，这样我可以在父皇面前立字据，绝不反悔啊！别，老七，你听我说，这样，等将来你坐上皇位了，这天下不都是你说了算？就算你在平戎之战中害过什么人，这也不会有什么后果的呀！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？我知道。这样，老七，看在咱俩是一个爹的份上，就这一次，行吗？我求你了，还不行吗？啊！你不是说你就一个哥吗？啊，南瑞呀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做里外亲疏？我知道我傻，可事到如今，他傻子都应该清楚了。皇位是外，兄弟是里。我知道我斗不过你，但是皇位没了没关系啊。如果表哥没了，那我才真叫什么都没了。这个楚贵红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就是能有你这个傻弟弟。皇位之事，不是你跟我就能决定的。还有，姑没做过的事，姑绝对不会认。富贵，送18殿下回去。是。18殿下，请吧。爹，三司会审，这么大阵仗吗？七殿下本是皇子之尊，平戎之战又是涉及2万将士之死的大案，必由刑部、大理寺、御史台共同主理，会审才算成型。刑部尚书的严仪，好像是南横的人吧？不仅如此，这御史台跟大理寺里文官居多，而高相常年控制着朝中的文官团体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御史台的姚谦，也是南横的人。如今高相身死，这些势力便全都归于了七殿下手中。所以说，楚归鸿才要从战事记录上下功夫。这样一来，爹，这样的三司审南横的话，那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你还是想简单了。天下衙门朝南开，堂中挂着的都是日月高悬，天理昭昭。可要想让这天理昭然，也要看头顶的日月给不给些光亮。如今七殿下面临的，
恰恰是这乌云蔽日、月末深横之举啊！城市萦绕，多少凄冷迷雾。你我宿命交错纠缠成熟，听风在耳畔倾诉，黑夜的企图，眼眸守于。何时有归途？岁月放生放肆，风铃难复习，不如命运的阵阵痛针伏笔。幻化一瞬息，似梦若即若离，爱恨怎能藏匿？岁月放生放肆，风铃难复习，浮生步步为掩盖怀疑注定。若一天为敌，如何改写结局？尽在咫尺依然有你。岁月放生放肆，风铃难复习，不如命运的阵阵痛针伏笔。